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侦茶君普凡。本期给大家来讲述一下普洱茶这个茶香，闻起来特别香。这个茶香我们怎么来制作？通过什么样的步骤来制作？我相信非常多的茶友想了解这个茶香的真相。那普文现在就为大家开始来讲述这个普洱茶的茶香是如何制作出来的。那普洱茶的茶香跟树种有一定的关系吗？跟地域有一定的关系吗？有，但是非常小。大家众所周知，普洱茶选择制作普洱茶的树种无非是几类树种。云南产的大叶种，那大叶种有几类树种？蒙库大叶种、凤青大叶种、勐海大叶种现在的普洱茶市场还牵涉到一些云南的一些小叶种，比如说乙邦、猫耳朵之类的，它不是大叶种，这些是小叶种。那对于这些大径相同的树种，地域香可以几乎忽略不计，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为什么各个地域的普洱茶的茶香会有不同？这就要牵涉到制作工艺了。我相信很多茶商、网红茶农都非常清楚普洱茶的制作，首先从采摘开始，他们也对这个普洱茶的制作过程能讲述给茶友头头是道。用一个形容词吧，滚瓜烂熟。包括茶艺师网红茶商很多都没有经过制作这一关的锻炼，他们都能把这个步骤背得滚瓜烂熟，自为自首用心而论其实普洱茶制作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像那么多网红通过几天书面上的学习或者听别人的讲述就能搞懂的，说不定真的让他上去制作的时候一窍不通了。普文为什么要来拍这个视频呢？拍这个普洱茶茶香制作的这个视频呢？因为市场上存在了太多误导了，比如说某一个地域的茶比如说能卖上高价比如说这个茶比如说举个例子，薄荷糖，他说有兰花香，还有清凉感像吃薄荷糖一样。这些宣传的人，这种虚假和夸张的宣传方式，就是为了把茶价炒高。普文今天就事论事，把制作摊在大家面前，步骤摊在大家面前讲清楚，茶香怎么做。请还在观看的茶友为普文点个赞，觉得喜欢你可以点个强烈的赞。那普洱茶的制作呢，我们首先要从采摘开始。这个采摘其实它非常讲究像普文来制作普洱茶的话，要求采摘1芽3叶。其实这个香型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季节有关，选择采摘的时节，这是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要点。采摘过后，我们到了第二步摊凉的时间。当你摘下来的茶青通过你从运输下来堆积的茶青，它会产生热量。我们为什么叫摊凉？就把它摊开之后，薄摊之后，让它原有的茶青的热度温度降下来，表面的水分散掉。但是呢，很多制作人他就不摊青，直接杀青，但又有很多制作人长时间的摊青，然后再去杀青。其实这个步骤做的一件事情，大家谨记一个要点，控制茶青的含水率和温度。原本含有78%的含水率或者75%的含水率，为什么要来控制这个含水率呢？含水率的下降包括茶叶的软化，在一定范围的程度，我们可以出来不同样的香味。大家都知道乌龙在这个摊青的过程当中，它还运用了一道工序叫做青。其实做青在普洱茶现在的制作过程当中，很多茶商在运用的，比如说兰花香茶的一个制作，做青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当茶叶制作过青大家也能看出来，这个茶青颜色它也会变青，有些会变红变黑，这就是一个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个窍门。所以当你喝到这个兰花香型的茶，花香味很重的茶，一定在摊凉这道工序上做过青或者控制过含水率。好，
摊完青之后，那下一道工序就是杀青。对于普洱茶的香味，杀青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杀青的过程它是在降含水率温度，比如说高温300度的锅温，对这个茶青产生的作用时间一长，不出花香了，它出豆香了，这就是杀青导致的。高温之后它直接出那个豆香，或者会出豆花香。普洱茶杀青的正常杀青，我们会控制茶叶当中的含水率，来控制这个锅温。烧火的人该怎么烧，要听从于杀青的那个人，该测的测，该加的加。但是现在的普洱茶为什么在汤中蜜香比较重，花香会比较重？其实杀青的温度控制的相对来说较低，尤其是低温长时间的杀青，这会出来较高的花香型。比如说茶青的含水率在杀青的过程当中降到了50%几，50%左右，它的花香味在晒制的过程当中它会更浓郁。当杀青完之后，揉茶之前，很多普洱茶制作人他会有一个焖青，这个焖青其实有一定的好处，也有一定的坏处。焖青的作用在于哪里？当你茶叶像有些边边它比较干的时候，当这个焖的时候，它会反潮对下一步揉茶它有一定的好处尤其是摊凉时间过长然后杀青杀的脱水率比较高的茶青，它会反焖一下，又会出来一些香型，比如说蜜香。蜜香重在焖制的过程当中是有起到一定作用的，所以茶叶的香型的方向在焖的过程当中有所改变。然后杀青的老嫩也决定了普洱茶香型的不同。一般本味香比较重的茶香比较重的，不是蜜香花香比较重的，茶青比较会有的那种杀青是偏轻的，蜜香味要重的杀青要重，然后再到杀青完后的下一个步骤揉茶揉茶需要更重一点。重揉茶它的蜜香味会重，而且重揉茶它的汤色它会偏深，且大家看这种白色的膜会有，因为表皮受损破坏。但是呢这个茶汤中会含蜜香。那揉茶完之后很多制作人他还有一个特点，揉茶完之后他还要茶条冷却之后还有再焖一下。这个焖呢就是让它部分的发酵一下可能时间很短，半小时1小时，略微的一个发酵。这一部分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述了。有吹风的晒跟阳光盆里面闷晒出来的味道和香型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吹风快速干燥的晒，它的香气会更足一点。比如说阴凉情况下，雨天的情况下晒在盆里面干燥时间的长短也决定了它的香型有没有香，而且这个关系相当的大。阴天晒出来的茶有就像略微有一点湿毛巾没晒干出来的那种，这就是阴天晒。然后茶汤里面水味比较重。刚普文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整个普洱茶毛料制作的整个一个过程，哪几个步骤影响出什么样的香型一个概述。相信很多茶友已经听懂普文给大家讲的是让大家去评判自己家里的茶，就知道这个个别的现象是用什么样的工序去制作它，并不是只有某一个地域才会产生某一种香型比如说兰花香、蜜香。不要过分去强调这些，喝茶大家喝你喜欢的就是喜欢的，不喜欢不喜欢。我相信茶友的认知和认知范围内会选择自己想喝的茶。就像有些人喜欢白茶，有些人喜欢索普，有些人喜欢龙井，没必要过分去强调某一个茶一定是最好的。每一类制作当中都会有精品茶，但是喝茶我们给大家讲一个
原则，优质生态为第一。没有生态的茶永远都称不上好茶的，不管它产自于西湖，不管它产自于武夷山，只要它碰到过农药化肥，不会是好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普洱茶香的制作的过程就讲述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关注普文，普文一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谢谢大家，喜欢分享。